大家好，我是七岛。本次带来优越诗语活动的新异能系禁闭者雷温的简单测评与操作方式。雷温是继德雷亚以来第二个体系的核心角色，本身兼具恐惧以及召唤两种特性，在未来可以与新出的启迪系禁闭者衣服搭配，再加上恐惧之神恩菲尔，一同组成含金量极高的恐惧流队伍。不过，由于恐惧和召唤牵扯到技能释放时间的问题，使用起来真的相当烧脑。对比简单暴力的瑟琳，如果是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瑟琳上场吧。在未来，雷温为首的召唤队有很强的短线能力，在破碎防线暗域中有精彩的表现。留有3枷锁，长线更可以永续召唤物怪异体的时间，能造成大量伤害。若体系的强度姑且不论，雷温本身则具有优秀的破核能力，9宫格范围破1盒，以及轻杂持续输出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首先，雷温的角色面板满级657的攻击力，在 S 级法系输出里面是排名倒数的。不过，因为他的技能主可以召唤怪异体来协同作战，所以数值低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特性和狂恶生化。雷温的特性与恩菲尔相同，都是当场上敌人被恐惧时，能够恢复1点能量。为了让雷温的特性得到最好的发挥，我们就需要让恩菲尔上场，并给友方挂上必杀，散发恐惧波纹，以达到频繁触发回能的机制。狂恶生化则是召唤物伤害提升15%。雷温基本上所有输出都在召唤物怪异体上，这个狂恶生化是相当重要的。普攻深夜来电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单纯的平 A。相对于瑟琳、艾提等能够联动普攻的被动技能，我们几乎可以无视雷温本人的普攻。必杀频率调至耗能30点，可以储存2次，攻击范围是9宫格，还能造成范围破1盒的效果。如果单纯看必杀的话，非常普通，倍率也很低，满级只有800，但结合雷温的2个被动，就有很不一样的效果。被动1 FN 30.0 会使必杀频率调至在目标地格中召唤一个怪异体，怪异体在被召唤出的同时，会对9宫格范围内的敌人施加恐惧。怪异体本身继承雷温的攻击力，以及技能中没提到的攻击速度、背水陈数、烙印效果，如鸣奏中龙对 BOSS 增伤等。由于怪异体在被召唤出来后，仍然可以吃到其他的 buff， 如嗷呜的被动2灵气。因此，我们可以让雷温先站在嗷呜的灵气范围中，然后再在另一个灵气范围内释放必杀。这样子，怪异体可以先吃到雷温自己的嗷呜攻击加成，再来吃到怪异体自身的加成，等于有2次攻击征服。怪异体被召唤出后，会持续对9宫格范围内的敌人进行普攻，一直到消失为止。怪异体在场上时不会有血量，不会被敌人消灭，可以看作无敌的。持续15秒后，它会自动消失。场上最多仅能存在4个怪异体。怪异体可以存在在没有任何人的可移动地格上，也可以放在禁闭者召唤物所属的地格上。但如果雷温把必杀放在禁闭者无法放置的地格上，则不会生成怪异体。另外，当怪异体被召唤出来后，若你在原地格再多释放1次必杀，那么这次必杀将无法召唤出怪异体，也就无法对敌人施加恐惧。同时，原先存在的怪异体也不会因为重复释放而刷新其在场时间，15秒后依然会直接消失。怪异体不会受到场上负面效果的影响，如暗域卓雅的必杀是对怪异体无效的，这点与下音的浮游炮同理。被动2音律共鸣，我堪称是全游戏最复杂的一个技能之一了。虽然它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它就是雷温最重要的输出技能。每当友方单位对敌人施加恐惧后，场上的所有怪异体都会对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发动攻击。这个攻击和普攻不一样，怪异体会拍地并造成更多的伤害。这个效果每秒只会触发1次，触发的是技能伤害。要注意的是，本身字面上写的是附加恐惧，虽然大多数的 BOSS 有霸体无法被恐惧，但是他们都可以被附加恐惧。当雷温释放必杀时 ，BOSS 头上只要有恐惧的标记出现，就代表成功施加，因此也可以触发被动2的效果。为了要不断地触发被动2的效果，我们现在了解目前游戏里的2个主要恐惧机制：恩菲尔的必杀、专烙，以及雷温的必杀以及专烙。恩菲尔的必杀交给一名友方后，他会在第2、6、10秒时释放1次9宫格范围的恐惧。
而恩菲尔的专扰则是会在指定单格范围内瞬间出伤并恐惧。雷温的必杀以及专扰都是依靠其生成的怪异体造成恐惧，因此都不是瞬间造成的，而会在必杀产生伤害后再来恐惧，接着怪异体才会触发被动2进行拍地。在实战中，我们为了造成伤害最大化，要先让恩菲尔给雷温必杀，接着让雷温召唤怪异体，短暂延迟后，怪异体会触发一次被动2，观察其拍地的动作，手掌触地。此时，我们可以释放恩菲尔的专扰，触发一次恐惧。手掌下落，此时我们可以再度释放雷温的必杀，触发一次恐惧。接着，恩菲尔的必杀散发第2次的恐惧，怪异体会再度触发被动2，这样下来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发4次被动2。如果能量都还充裕，可以重复手掌下落时释放雷温必杀，以再度触发被动2的效果。这套流程搭配雷温本身的专扰效果，能给敌人造成大量的伤害。雷温的关键技能是必杀、被动1以及被动2。前中期请尽量优先升级这3个技能，拉到1777，升到3阶后最好拉到7999。当然，3枪手以上的雷温推荐拿到工会站去当召唤队的主 C， 就可以升到7910。雷温的专属烙印人为静音，可以对指定地格的9宫格4角处各召唤1只怪异体，在没有地形阻挡下可以召唤4只，并且吞噬场上原有存在的所有怪异体，并使怪异体提升一定的法术伤害。雷温的专烙在释放时同样能对场上的敌人造成恐惧，从而触发一次被动2。如果将该专烙释放在 BOSS 的4角位置，那么 BOSS 就会一次性的吃到4次被动2。搭配恩菲尔的恐惧，加上雷温释放必杀的连锁反应，能够频繁地触发高倍率的范围伤害。实战上，我们可以先从恩菲尔的必杀开始，将恩菲尔必杀交给雷温，之后让吃到真伤的雷温释放专烙。然后等怪异体生成后的恐惧拍地，使用恩菲尔的专烙秒上恐惧。接着等怪异体拍地后，雷温继续放必杀，生成新的怪异体，触发被动2。只要能保证4只怪异体的攻击范围都能覆盖 BOSS， 一下子就能把 BOSS 带走了。雷温的常态枷锁为25枷锁。没错，又是经典的攻击提升5%。一枷锁的效果是场上没有一个怪异体，怪异体就会提升5%的法术伤害。释放专烙后，每只怪异体就会有20%的法术伤害。虽然说增幅并不是很多，不过对实战还是有帮助的。3枷锁的效果，每当友方单位对敌方造成恐惧时，怪异体的持续时间就能延长3秒。这个效果是用来打工会战的，能让怪异体在场上持续更久的时间。不过，单靠目前仅有的2只，主角不算，恐惧机制角色雷温与恩菲尔暂时无法永续怪异体的存在时间，必须搭配往后出场的衣服，才能变成完全体的恐惧队。4枷锁就是单纯的竞速枷锁，等于开局就给你半个必杀，克劳好用。我的建议是，如果有高枷锁、高练度的色灵，雷温可以只抽个0枷锁就足够。如果是错过周年庆卡池的新手，则建议抽到1枷锁培养恐惧队，但一定要有恩菲尔才行。至于3枷锁，则是只推荐克劳去追，平民玩家请留资源抽后面的德雷雅、杜亚、卡门奈特等更强更泛用的角色。考虑刚入坑不久的新手，主线关卡可以期待辛迪加荣耀。竞速环境下，如果将雷温作为主 C， 可期待王者之勇、明咒钟楼，或者可以考虑侍奉者、狂欲之城、造物3件套。这些环境下可期待王者之拥或侍奉者加狂欲之城加造物的3件套。雷温作为第一个法系体系大 C 被堂堂推出，是无其策划一步步计划的。不久后的活动新角色衣服，应可以召唤能施加恐惧的友方单位，使得恐惧召唤队得以成型。虽然这个体系真的上限非常之高，可惜就可惜在它吃地形、吃操作，更吃游戏的理解。比起流血队无脑打法，上流血复制贴上，德雷雅必杀下去再见的暴力打法，以及瑟琳单枪匹马超大范围伤害的必杀爆发，雷温真的是好困难，好困难，打起来真的是蛮痛苦的。好啦，那就这样子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七岛，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